大家好，欢迎来到 K 线西游战法频道，订阅我的频道，读懂 K 线背后的秘密。今天是北京时间2022年11月20日下午的15点41分，在这里呢为大家解读比特币的行情。首先呢，我们还是看一眼外围市场道琼斯工业指数的表现啊，道指在上周整体表现非常平淡，始终处在一个震荡区间。为什么在这里面会持续发生震荡呢？原因就是我们看到了21年5月份连接过来之后我们看到一个筹码密集区，这个筹码密集区呢，让本轮行情道指出现了一个滞涨的现象。同时呢，在周线的时间级别上，我们看到本轮行情它出现了一个周线级别的上涨西游。周线级别上涨西游是什么组成的呢？是由周线的悟空阳线、八戒阳线、沙僧阳线和唐僧阳线构成。周线级别上涨西游完成之后，本轮行情容易出现一个日线级别到4小时级别的回调。那么行情走到这里出现滞涨之后呢，回调是大概率要发生的。同时呢，这轮行情走得非常规律，我们看到了2轮半的周线级别下跌西游之后，完成周线级别的反弹，周线级别反弹之后，周线级别下跌周线级别下跌之后，开始发生一个我们 K 线西游战法当中时间级别切换方向切换的一个反弹。但是这轮反弹我们本身是考虑到有一个日线级别到4小时级别的反弹，但是这轮反弹呢，最终发生了周线级别的。那这轮周线级别的反弹呢，是由各种利好和利空因素构成的。首先在底部位置反弹的过程当中，美国公布非农数据，然后公布了9月份的 CPI 数据，上涨的趋势当中，美国有一个加息75个基点，然后行情出现了回落。行情回落之后美国加息又放缓之后然后公布了一个10月份的 CPI， 然后10月份的 CPI 是一个大利好，因为数据显示的非常良好，最终呢让美股出现了一个周线级别的上涨西游。周线级别上涨西游完成之后在这个位置上阻力位区间上连续震荡，那后面的行情当中就会重新符合我们 K 线西游战法当中的时间级别切换方向级切换也就是说周线级别上涨西游之后，容易走出4小时级别4小时级别到日线级别的回落。那如果发生回落的话它很可能会重新回到这个下跌区间。重新回到下跌区间之后会发生什么呢？会发生平行于前面行情当中2020年2月份的这个急速的下跌。在行情当中呢，我们会经常看到这种对等的平行式的下跌。所以呢，在未来的行情当中，如果道指回到下跌的通道中来，非常容易出现急跌，同时会影响比特币的行情。回到比特币的行情当中我们在日线级别上前面的行情当中观察到了3万美金到17605形成了一个4次等位置波谷。4次等位置波谷形成之后，符合了江恩4次等位置波谷定律，也就是在形成4次等位置的波谷之后容易出现新低。那么新低目前已经在15588出现，新低出现之后，在短时间上，也就是在小时线级别上正在进行什么呢？正在进行回补动作。我们看到了第一轮回补已经完成，它的反弹幅度呢是在 16%。 那么第二轮反弹呢也已经完成，它的反弹幅度仅有 9%、8% 左右。那么2轮反弹完成之后，奠定了什么呢？奠定了2次波谷的位置。我们知道两个点构成一条直线，这样呢我们就能画出一个基本的波谷连线和波峰连线构成的三角形。但是目前波峰连线的三角形呢正在动态的变化，这种动态的变化呢让行情逐渐趋缓。同时呢，这轮行情在周六周日趋缓的原因，行情不怎么波动，处于一个线性震荡这个来回震荡就是波动幅度非常小的原因呢，我认为美股对它影响也非常大。因为我们知道周六周日美股停市休息但是目前已经走到了周日下午接近16点的时候美股
在明天开盘，所以呢，很快我们会看到行情继续波动起来。同时呢，我们看到啊，小日线级别上出现2次波谷之后，第3次波谷很快会出现，第4次波谷也很快会出现。那么在行情当中，如果出现4次小日线的等位置波谷的话，行情会出现一个继续的下跌。那么继续的下跌会验证什么呢？会验证我们的一个日线级别的下跌形。我们在日线级别上看到了啊，悟空阴线已经走出来了，8件阴线走出来了，8件阴线之后面呢，8件阴线的后面呢出现了连续的震荡，这些震荡呢都是围绕8件阴线啊，也就是11月9日的这个阴线展开的。所以呢，我们管11月9号，也就是10月10号到11月20号连续10个交易日的这些 K 线啊，通通叫做妖怪 K 线。妖怪 K 线干扰了什么呢？干扰了行情趋势的方向。那么什么是行情的趋势方向呢？在日线级别上啊，已经看到了悟空阴线和8件阴线，那么下面就有沙僧阴线和唐僧阴线的产生。所以呢，连续10个交易日的妖怪 K 线干扰了沙僧阴线和唐僧阴线的产生。那么行情走到这里面，在小日线上这个级别上已经非常明显了啊，正在做对19000美金到15588啊这个区间的回补动作。我们看到了，经过了1次回补16%啊，第2次回补8%，那么第3次回补还没有产生，因为它的底部位置啊，也就是第3次波谷位置还没有出现。如果连续出现4次波谷的话，会仿照啊日线级别上轮行情，也就是6到10月份的这波行情啊，重新出现4次波谷之后发生下跌。那么在小日线这里，我们看到了我们最近的行情当中，在小日线这里啊，出现了一个分形的结构啊，这个阶段呢，分形的结构正在产生。所以呢，在行情这里面，我们一定要保持住我们什么呢？我们的空头趋势。目前行情下跌趋势仍然没有完全走完，我们给出的目标位呢是在10500美金。所以呢，在当前的下跌中继，我们在大的时间级别上啊，特别是在周线级别上，我们看到了周线级别悟空阴线走出来了，8件阴线没有走出来，沙僧阴线没走出来，唐僧阴线没走出来呢啊，这个时间段啊，我们看周线级别就有可能产生最终的一个周线级别下跌期。如果周线级别下跌期完成之后，会到达我们的目标点位10500。所以呢，在小线级别做回补动作的这个时间点啊，你首先要有一个空单啊，这就讲了一个我们在把握行情里面的第3点啊。第一点呢是下跌方向，我们做趋势是下跌方向。第2点呢是把握位置，把握位置你可以在各时间级别的压力位去布局。第3点呢就是控制仓位啊。那怎么样控制仓位呢？首先你要有仓位，有仓位有观察仓的同时，你和行情就能建立一个联系，建立起期待啊。行情发生反弹的话，你不会慌啊，因为你知道你做空单的话，如果发生反弹，你进场的话可以降低成本啊，在反弹过程当中降低成本啊，这和做多做现货是一个道理的。那么你做空的话啊，就是在缓慢的反弹过程当中逐渐进场，逐渐加仓，摊低你的做空成本，摊高你的做空位置，这样呢，在后面的目标10500的这个趋势下跌过程当中会获利颇丰。同时呢，目前时间已经到达了11月20日啊，朋友们我预计比特币本轮行情第一轮的熊市行情见底的时间点是在12月15日左右所以呢，在这个时间点，你通过各个时间级别上趋势线的压力还有这个波峰连线的压力慢慢的开始布局再次开始布局你的空单一定会获得趋势上的利润同时呢，我们看到这里面有个筹码密集区大概是在17500美金附近所以呢，如果能够反弹到17500你可以放心大胆的布局你的空单因为整个行情在大的周期上，在大的趋势上依然处在一个下跌的趋势当中。然后我们回到以太坊以太坊在这个位置上，我们一定要看以太坊对比特币的交易对目前以太坊对比特币的交易对呢，在日线级别上，我们看到一个非常重要的压力线正在这里面产生，这就是在日线级别的一个波峰连线在这里面出现了一个压制的作用。所以呢，未来行情里面以太坊对比特币的反弹，它的
压力位是在0.074。同时呢，我们看到啊，这轮行情它在日线级别上走势非常规律啊，总是围绕这个前面行情当中波峰连线和波谷连线形成的这个收敛三角形，通过焦点之后延长线的部分，构成了目前行情当中的一个更大一个时间级别上的压力和支撑。我们看到啊，支撑位在这个位置上0.07附近，然后压力位在0.08。从这个支撑位反弹到压力位附近之后啊，反弹到压力位0.08附近之后随即开始快速回落，回落的过程当中形成了一个日线级别的收敛结构，目前处在日线级别的这个收敛结构的这个收敛三角形当中啊，然后目前的反弹呢，它是主要是围绕这个压力线进行的。那么行情以太坊对比特币的交易对走到这个位置上，我们在更大的一个时间周期上能够非常明显的观察到它的一个趋势变化啊，周线级别上我们观察到了悟空阴线已经发生，目前的所有的震荡都是围绕第一根阴线啊，也就是悟空阴线产生的。所以呢，在周线级别上，后面的行情当中，我认为以太坊会有一个加速下跌的过程。这个加速的下跌呢，是针对比特币的价格来说的。所以呢，这里面会有悟空阴线、八节阴线、沙僧阴线、唐僧阴线，最终呢形成平行于6月份的下跌。同时呢，我们看到周线级别它下方的一个支撑位啊，是周线级别上144日均线和169日均线啊，特别重点注意的是这个169日均线啊，目前在黄色线这里面构成了一个支撑。那么我们回到以太坊对 USDT 它本身的价格上来。那么在日线级别上啊，以太坊对比特币的交易对啊，在前面行情当中啊，出现了一个横盘震荡，然后向上突破的过程。这个突破呢，分别突破了一个波峰连线啊，日线级别波峰连线形成了位于$1400的压力位，然后突破了144日均线，突破了169日均线，最终呢遇阻于高位下杀过来的白色线。这个白色线呢是4877点啊，也就是以太坊的最高价格4877点这个位置上啊，波谷连线啊，在1700点形成了一个压力线附近发生回落，两根阴线分别是悟空阴线和八节阴线啊，悟空阴线一根阴线就跌破了144啊，日线级别的144和169，同时呢，八节阴线这个位置上啊出现了回落到前面行情当中红色线这里面的波峰连线和波谷连线形成的收敛三角形当中来。那么在这样的收敛三角形当中，我们看到了一次波谷、二次波谷、三次波谷和四次波谷，这就完全符合了江恩的4次等位置波谷定律啊，也就是4次等位置波谷之后，行情要有一个下杀的过程啊。通过这4次等位置波谷，我认为以太坊的一个价格很快就有一个下杀的动作，因为它的结构已经在这里面完整的出现了，并且呢非常接近目前的行情非常接近这个焦点的这个位置。我们认为焦点和近焦点这两个区域焦点是一个点近焦点是一个区域，这两个区域呢是变盘的一个位置。所以呢，对于以太坊对 USDT 的交易对上来看我们认为很快它的杀也就是跌破$1100这个过程很快会到来。同时呢，最终如果跌破$1100会形成行情什么呢？在周线级别上它会出现一个沙僧阴线组也就是说上面行情当中已经出现了标志性的周线级别的阴线、悟空阴线然后八节阴线组也已经走完了，再往下走就是周线级别的沙僧阴线和唐僧阴线最终呢在趋势上我们给出的一个目标点位$260。那么在这里面如何布局呢？我认为你可以在小日线上目前布局一个仓位小日线上布局仓位，目前1200点附近已经顶到了它小日线级别的144和169形成的这个压力位。那再往上呢是$1270，这是一个波峰连线也就是日线级别波峰连线走到这里面形成了一个压力位。那再往上呢就是4小时级别上，我们看到了$1400附近在这个位置上4小时144日均线构成了一个压力。所以呢，这几个仓位呢你都要做一些准备去布局你的空单，毕竟行情是一个下跌趋势。同时呢，我们刚才分析了以太坊对比特币的交易对，那在未来呢，这个交易对会出现快速下行，所以呢，意味着以太坊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做空标的这个基于这一点呢，我们在$1700附近也就是高点1769我们差$20，这个无所谓，这几乎是1/1000的误差。
在这个位置上就提到了以太坊是一个最好的能够获利颇丰的一个做空标的。那么在上轮行情当中，我们看到了最大它的跌幅接近40%有着非常大的获利空间那么接下来的行情当中，我们的目标点位$260目前呢还有基本上260大概是4倍左右空间4倍的下跌空间下跌空间。然后你如果做5倍杠杆4、5、20基本上是20倍到手。然后最近我观察到有一些板块轮动的现象正在出现比如说CHZ 这种足球板块它出现了一个双头，也就是第一次见顶之后快速下杀又反弹上来，接近前高附近就是一个比较好的做空位置。然后我看 Football 也是有所走弱Football 目前也是有一些走弱的行情，基本上跟随了 CHZ 证明足球板块的热点正在消退随着世界杯要展开足球板块的热点正在消退同时呢，我们看到像 Musk 这种，我们看到今天是有一些活跃性的动作这里面重点观察小日线级别能否站上$3.1站上$3.1，证明它站上了小日线级别的144和169，就有可能发动向上的一个动作。同时呢，在这个4小时级别这里，因为日线级别上我们已经观察到已经出现了一个日线级别上涨吸油，然后4小时级别它出现了一个回落的动作，4小时级别下跌吸油之后，我们看到了它逐渐形成了一个收敛三角形。这个收敛三角形呢，我们要这么画一定要这么画，要忽略掉上方的波峰位置，然后找到行情当中最多的点这样画出来之后，忽略掉一部分，切掉一部分之后形成了这个收敛三角形。目前呢正在逐渐接近焦点位置。那在逐渐接近焦点的位置之前呢，我们做现货交易的话一定要布局一个仓位。这个仓位呢是让你和行情发生关系。如果这个仓位发生了损失，比如说跌破了这个平台，那么我们要布局第二个仓位是在下方的这个区域上布局第二个仓位还有可能的话就是这个接近焦点的这个位置是非常容易发生变盘的这个位置，它还有可能上涨，如果上涨我们就获利了，如果跌下来要准备第二个仓位那么第一个仓位和第二个仓位遥相呼应这样的话，行情出现下跌之后的反弹你就可以在行情这个右边的这个位置上连续的进行获利。还有可以重点关注的币种就是我昨天课程当中说的这个2ETH YF2这个币种呢出现了最近呢出现一个连续的上涨，并且我观察到它的上涨从日线级别上涨吸油就是突破这个日线级别144均线和169均线之后日线级别上涨吸油结束结束之后连续出现上涨做头它出现了假做头，连续上涨，并且有走这个周线级别上涨吸油的一个预期。那么在下周行情当中你要怎么布局呢？它目前已经接近$4000了那在周线级别上涨吸油之后，容易出现4小时到日线级别的回落也就是说在回落过程当中，一旦形成收敛三角形那么就是你开始布局它的多头的一个时间点毕竟它的这个趋势我看涨势非常好必然有机会还可能出现一波重新的启动动作即使它做双头的话，回落之后你进场也是可以有一部分获利的那么在它目前直接往上拉的过程当中，尽量还是不要去碰耐心等待它回打下来之后，有一定的跌幅之后再进行再考虑进场并且最好的是耐心等待它出现一个收敛三角形。这个收敛三角形呢，大概率可能会在4小时级别到日线级别上出现。那么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对我 K 线吸油战法感兴趣的朋友们，可以在淘宝网、当当网上购买我的这本同名书籍。同时，非常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和鼓励，希望大家能够订阅我的频道，加入我的 Telegram 群或者 VIP 群。感谢大家，再见。